嗨，大家好，我是妮妮，欢迎来到今天视频。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2个2024年最值得关注的时尚品牌，而且这2个品牌呢都是现在还不火，或者说比较小众，那将来呢一定会大火的品牌。直接对标的品牌类型应该是属于日本的山本耀司，或者说三宅一生，是可以走向世界的中式审美品牌。那首先第一个品牌要跟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乌马王。那乌马王呢是由中国设计师王之在2003年在英国的伦敦创立的女装设计品牌，后来呢也渐渐开始售卖男装。那他呢是中国的第一代暗黑先锋设计师代表。那先锋的意思就是超前于主流，自己通过实验的方式去探索服装的更多可能性。那乌马王呢这些年也渐渐的从小众慢慢的走向了大众视野。那我们看乌马王的 lookbook 可以一眼看到的点呢，就是他们总体选择的颜色都是相对比较暗的，然后整个材料的质地也是比较偏向于古朴的嘛，就是非常具有中式审美的。但是像这种古朴的审美呢，又有别于日本设计师的物哀或者侘寂风的审美。我觉得乌马王他们总体衣服穿在人身上的时候，是能够传递出一种中国道教的仙风道骨感的，就是独属于我们中式审美中的很重要的一环。尤其是因为乌马王他们是做女装的嘛，那这个设计师她也是一位女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她个人本身的气质上来看，你都有一种仙风道骨感的，就在仙气中呢又带了一股子阴气，整个人的气是提起来的。那同时呢，乌马王的设计上也结合了西方的一些先锋前卫的设计，做到了独特的中西合璧的设计语言。远观美如画，近看能看到独特的织物纹理和特殊的染色方式，不骄不躁，沉着庄重，是我觉得乌马王最大的特点。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衣服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经过了时间的沉淀与人文底蕴淬炼出来审美，形成了完整的审美闭合，不会有单薄感。那也正是乌马王他们家独特的这种中式的审美，所以我觉得他们家的衣服还格外的适合亚洲人。因为亚洲人的身材普遍都偏向于更加单薄嘛，不像是欧美人就凹凸有致的那种，就特别夸张的。但如果我们去穿乌马王他们这一类中式审美的衣服时，它带有的这种宽松飘逸的风格，反而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一个优势的最大化体现，会有一种独特的氛围。并且还因为乌马王这种仙中带柔、柔中带刚的设计风格，当我们穿在身上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去契合各种不同风格的人的，并且还因为它在颜色上面的选取呢，选取的是那种相对较为古朴和浑浊的颜色，其实还会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这种黄的皮肤。那我在今年呢，也是计划要买更多乌马王他们家的单品的。其实我已经买了他们最新这一季出的龙年的一个印花的裙子，但现在还没有收到，之后我收到呢再跟大家上身看呀。就他们家的这个龙纹的各种各样的单品吧，我都非常非常的推荐，因为我觉得龙年穿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也是有一定的寓意的，同时它的整个龙纹画得很好。因为我其实在今年就刚刚到龙年的时候，我就非常想要买有龙的这种印花的单品，但是我看来看去都真的很难就找到把龙画好看的，要不然就是卡通的，要不然就是画得很丑，或者说很简笔画，就是没有那种中式龙的气派感。直到我看到乌马王他们出了，所以我现在已经入手，等我收到再跟大家分享。然后其次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乌马王他们家的鞋子。那他们家其实最红的鞋子呢，就是那一双方头的芭蕾舞鞋嘛。那双芭蕾舞鞋也非常的好看，然后现在也是他们家的一个主力产品。但是说实话，像我这种大头然后骨架比较大的人呢，我是不太适合那双芭蕾舞鞋的，因为它的整个鞋头比较偏窄，就如果你的脑袋稍微偏你的骨架大一点的话，你穿上都是会容易有一些头重脚轻的问题的，就比较适合
整体的骨架比例比较好看的女生。那这个点呢，也是我在今年回国然后去上海的时候，就到乌马王他们那个店里面去逛，我跟那个 sales 聊天的时候，他说他也有这个感觉，就觉得那双鞋子有点太偏窄了。那后来呢，我在逛街的时候就发现他们今年出了一款新款，就是这样的一款方头鞋，它更像是以前古代的一个布鞋，但它用的是真皮做的，就穿着非常非常的舒服，并且整个底呢也非常有古代那种布鞋的底，甚至有一点点像清朝花盆底的 feel。 因为它的整个底大家看，就中间这儿都是方的，然后突然这儿空了之后呢，前面又是一个方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它的整个鞋底相较你的这个鞋面的这个位置，它也是会更窄，就它突然之间会收进去，大家应该能够看到吧，就以一种非常含蓄的方式去把这种中式的一些设计融合进了现代的这种鞋子里面。当时我穿上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再加上它整个鞋头的宽度也正好合适，就不管什么样的身材的女生穿上它呢，它都是能够去帮助你调节比例的。那因为我实在太过喜欢这双鞋，所以后来我当时去上海的时候呢，就在当天他们就又上新了一款同样的这个方头的靴子，就被我碰到了嘛。当时上新之后呢，我就立马就上脚一试，哇，真的巨喜欢。而且当时那个 sales 就给我说，因为乌马王经常来他们的店里面巡视，然后来逛，他每一次来呢，脚上穿的都是这一双新款的靴子，因为他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一双。这一双真的是属于那种你就看着吧觉得很一般，但上脚一穿巨美的靴子。而且它不是属于设计上很有记忆点的款式，非常的简约，但它就是像一个袜靴，然后皮质选择的也是羊皮，巨软，你穿上之后自然的在这个脚面这边会有皱褶。其实像这种靴子在最早的老的司令啊，然后我记得还有以前的巴黎世家也是有出过类似的款的。而且这双靴子它的跟高也是刚刚好的，就你穿着也不会觉得累脚。就这两双鞋我真的是巨推荐，买回来完全都不后悔。除此之外呢，我也会把我比较推荐的购买乌马王的电商就是列在下方。那这些电商呢，有一些它的定价是非常有优势的，价格呢是跟国内是持平的，就非常非常的划得来。那接下来第二个品牌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叫 Ziggy Chen 了。那这个牌子我相信就很少有朋友会去了解它。那它同样的呢也是由一名中国设计师叫陈翔在2012年创立的。那最早创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男装品牌，我觉得它正好可以跟乌马王形成一个配对吧。就如果说两个情侣正巧都喜欢这两个品牌，就你们两个穿他们的衣服走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非常契合的。不过 Ziggy Chen 现在呢也开始售卖女装了，而且有很多的女装也非常的好看。那除了他们在风格上面走的都是属于这种独特的中式审美以外呢，这两名设计师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毕业于上海东华大学服装系。那 Ziggy Chen 的这个品牌虽然是一个中国设计师制作的品牌，至今为止它有80%的销量都来自于海外，所以是属于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品牌。那 Ziggy Chen 和乌马王这两个品牌呢，其实非常像是80年代的山本耀司和创立 CDG 的创始人Lei Kawakubo， 带着各自国家的一个审美走向了欧美市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在这个时候来跟大家推荐这两个品牌。等到他们彻底红起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穿了很久了，对不对？那 Ziggy Chen 这个牌子其实我们知道也很久了，但就苦于在美国这边呢是比较少能够在买手店里面看到的，或者说你摸到的。直到我们今年去日本的时候呢，在大阪的一个买手店叫 Fascinate 里面看到了品牌的衣服，并且摸到之后就瞬间种草。因为如果你单看它的 lookbook 的话，因为他们所有的颜色选取都是相对而言比较深的，所以你是很难通过图片去看到说它的整个质地呀，然后它的做工的等等的细节的。但 Ziggy Chen 绝对是一个你线下摸到看到会瞬间种草的品牌，因为它已经不光是用料高品质而已了，而是它在高品质用料的同时呢，还有完美的面料拼接和各种各样的花纹印花。而且它的整个染色的处理是跟普通的那种印花染色处理完全不同的，就它的每一个季度，然后每件衣服所想要呈现出来的风格，它是会去使用不同的一些细节处理和染色处理的，穿在身上出来的感觉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从他们的衣服上面，我觉得我是可以看到他们在认真的去做一些创新和回溯我们的中式审美的，这也是属于另一种层面的先锋主义了。
毕竟现在是网络社会嘛，那通常服装在通过网络传播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就更加全面的看到它，或者说摸到它、触碰到它，或者说你很细节的去看它的这些缝线等等的，就会导致说越来越多的服装设计倾向于它就是纸张设计，然后二维设计，就只要是这件衣服它在照片上的某一个角度看起来好看，然后整个廓形看起来还不错，然后面料将就的话，就会有很多人为其买单。所以渐渐的呢，一些认真去做面料和做细节和做风格的品牌，我觉得是会容易被忽视的。比如说像 Ziggy Chen 这个牌子，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那自从我们在实体店去上身试和摸到了 Ziggy Chen 的衣服之后呢，我老公呢就入坑了，因为他本来就非常喜欢这类的风格。他首先呢是在冬天的时候，就正好那个 Fascinate 那个买手店在打折嘛，就入手了一件 Ziggy Chen 的大衣。这件大衣首先是它的整个面料上面，就它外面就是有这种很独特的一种杂草式的风格，而且它上身呢是一件比较有古朴风味的大衣，但其实呢它里面是充了鹅绒的，所以你冬天穿着非常暖和，而且这件衣服很轻薄。因为通常我们在穿大衣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困惑吧，就如果它要保暖的话，它可能里面就夹棉啊等等的，就会非常非常的重。那这样去做一件大衣呢，就可以既保证它的轻便，又保证它的好看，同时呢还很保暖的三重要求。这一件他就是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而且 Ziggy Chen 的每一件衣服的内衬都非常有细节感，就这一件衣服的内衬你看都是泛着光，而且是有这种独特的一个印花的花纹的，很漂亮。然后后来呢，他还又入手了一个这种西装的套装，那这一套呢是100%的羊毛的，而且它的整个这种羊毛面料的纹理啊，跟普通的羊毛西装完全不同的。就你在他们品牌里面看到的面料，绝对是你在外面市面上其他品牌很难见到同款的，应该就是他们自己独特开发的，都不一定有名字，里面的各种各样细节的做工也非常好。那后来到了现在的夏天呢，它又缓慢的就在一些这种欧美的电商上面去淘到一些正在打折的衬衫，因为 Ziggy Chen 现在的确不是很红嘛，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现在立马推荐给大家，因为红了它肯定就不打折了，打折入手真的非常划得来。那比如说他先入手了这一件真丝的，他们家的真丝跟普通的真丝又是另一个 level 的升级了，就摸起来的时候还会带有一些冰凉感，同时还会带有一些垂顺感，每一片都是拼上去的，每一片都是有不同的花纹，就真的细节感满满。一件衣服你真的就是要看细节，你就越看越美越好看，这件衣服才是耐看的，然后内里也非常的舒适，而且他们家的很多内里用的都是同安纤维，那这种纤维呢是一种再生的纤维素，它不是属于人造纤维，因为它全部都是由自然纤维，比如说棉啊棉花里面去提取一些纤维之后再把它混纺而织成的。那这种纤维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的吸湿透气性非常的好，同时呢与人体也不会产生摩擦，你穿着的过程当中也不会产生任何的不良反应，而且还会有防虫防腐的功效。所以这个纤维它的整个造价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不是一个便宜的纤维。从这上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Ziggy Chen 他们无论是在用料啊各方面真的都很好，这个牌子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我觉得女生呢就可以先从马王开始尝试起，然后男生呢就可以先尝试一下 Ziggy Chen。那我的计划也是我先尝试一下乌马王，然后之后呢我就会慢慢的再购入一些 Ziggy Chen 的女装回来试试看。那好了，这就是这一期视频我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的，挖掘出来的2个我一定会大火的中式审美品牌。那我也会把这些品牌就比较好去购买的一些电商，然后价格比较优惠的电商的链接全部都放在下方，包括我比较推荐的单品。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一类品牌推荐或者品牌挖宝的栏目，那也请大家留言告诉我。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也请帮我点个赞。那我们下视频再见，拜拜。